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在手机上滑来滑去买的股票，其实原本不是用来赚钱的。它最早的诞生原因是为了让一群欧洲人可以跑去亚洲买香料。没错，就是你厨房里那一罐黑胡椒、肉桂、丁香，那些今天随手可以买到的东西，在400年前贵到可以换一栋房子。而股票就是为了买这些香料被人类发明出来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你绝对没听过的故事。股票不是从华尔街开始，而是在一条要命的大航海航线上诞生的。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，看起来很浪漫，海上冒险、异国宝藏、伟大航路，但现实比电影还可怕。船只一出港，能不能回来都是问号。风暴、海盗、船难、疾病、饥饿，一个没处理好，全船人一起挂掉。而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？因为一件东西，香料。那时的香料价值高到难以想象，一袋胡椒可以换贵族的皮靴，一点肉桂可以值黄金。欧洲人很想要，但问题来了，路太远，钱不够，风险太高。如果你把所有家产压在一艘船上，这艘船不见了，你人生也跟着不见了。于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出现了，我们要不要把钱凑在一起？听起来很普通，但那就是股票最原始的概念，股份制。1602年，一个史诗级的大事件发生了，荷兰政府批准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 VOC， 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开发行永久性可交易股票的公司，也是现代股份公司的鼻祖。为什么是它？因为荷兰人很现实，他们发现与其每个商人自己冒险，不如把钱集合起来，让专业团队去做贸易，利润大家分。于是历史上第一批公众投资者和普通市民股东出现了，他们非常激动，因为以前只有贵族、国王、超级富豪才能做的事，现在普通市民也能参与了。这就是股份制的真正诞生。想象一下，你是当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民，有人来找你说，bro， 我要去亚洲买胡椒，你要不要给我钱？不保证你拿得回来哦。你会不会打他？但当时的 VOC 非常聪明，他们提出3个关键条件。第一，让你只需要承担你投入的钱，亏了也不会连累家产。第二，利润分红，赚到的钱大家一起分。第三，你的股权可以卖掉。这就是股份制的本质，你不是借钱给公司，而是因为投入了资本，拥有公司的一小部分所有权。这时候的投资人脑袋一想，亏有限，赚无限，还能卖掉，这好像可以试试看。于是历史上第一批散户完成入坑。当越来越多人买进卖出他们手上的 VOC 股票时，一个新问题出现了，大家要在哪里交易？于是全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出现了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。它一开始很朴素，就是一个广场，但功能和今天一样，有人喊买买买，有人喊卖卖卖，只差没有人喊 to the moon。 更神奇的是，当时已经出现了投机客、做空者、内幕消息、价格操纵，特别是做空行为。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个做空者可能就是艾萨克·勒梅尔。他曾是 VOC 的创始人之一，但因为理念不合被踢出董事会。他一怒之下开始秘密介入 VOC 股票并出售，赌它价格会下跌。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尝试做空一家公司。勒梅尔的行动一度引发了 VOC 的股价动荡，最终荷兰政府不得不介入，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限制做空交易的规定。这证明了从一开始，股票市场就不仅仅是投资，更是人性智慧与金融诡计的决斗场。几百年前的人做的事情跟今天一模一样。你现在在看的人类历史，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告诉你，只要有钱的地方，就会有聪明人，也会有更聪明的人。VOC 拿到大量资金后，开始疯狂扩张。他们造船建港口，建立据点，成立办事处，跑全世界做贸易。很快 VOC 变成了当时全球最强的跨国企业。但是 VOC 的强大背后是无情的垄断和殖民掠夺。荷兰政府赋予 VOC 军事和政治权力，允许他在亚洲地区建立堡垒，组建军队，甚至可以发动战争和签订条约。他利用这些权力，残酷的排挤和消灭了当地的竞争者和原住民的反抗，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控制了关键香料产地，例如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。股票让普通市民分享了利润，但这些利润却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主义和强制垄断之上。
这是股票史上资本与暴力结合的第一个残酷案例。而最让投资人开心的是它的分红。历史记录显示， VOC 曾经有一段时间平均每年分红 18% 到 30%， 放到现在这叫神股。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 VOC 最终还是因为管理腐败、战争开支过大、政策错误慢慢走向终结。但它已经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世界，股票制度正式诞生了。1700年代的英国看到荷兰靠股票赚到爽，也想来一套，于是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了南海公司。这个公司的概念是，我们帮政府处理国债，然后用未来的贸易利润来赚钱，听起来很厉害。但问题来了，它的贸易根本没赚到钱，可股价却一路飞天，因为大家以为它会成为第二个 VOC。于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炒股出现了，学校老师、面包师、贵族裁缝、家庭主妇全部进场。更夸张的是，在泡沫巅峰，各种荒谬的泡沫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家投资一个没有告诉你是做什么的项目，但肯定会赚钱的公司。你没听错，这是真实事件。那家公司就凭这句荒谬的描述，居然还成功的卖出了股票。最后泡沫爆掉，整个英国市场连环毁灭。南海泡沫告诉世界，股票不是永远会上涨，投机也不是每次都能赢。这场灾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，英国政府为了防止类似骗局再次发生，在1720年颁布了泡沫法案 Bubble Act。 这部法律禁止了未经皇家特许状而成立的股份公司。它原本是为了保护公众，却戏剧性地限制了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长达100多年，反而间接帮助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崛起。因为美国的股份公司制度相对更自由。19世纪股市迎来第二个大爆发，铁路革命。修铁路需要大量资金，于是大量铁路公司发行股票。这一次和过去不同的是，股票第一次变成普通中产阶级都会投资的东西。大家投资铁路股票的理由也很简单，火车这么厉害，肯定能赚钱吧。这基本上就是19世纪版本的科技股信仰。当然，铁路泡沫也来了一次，但整体而言，这却让股市彻底进入现代化。公司靠股票融资，公众靠股市赚钱或亏钱。资本主义从这时开始进入快车道。当铁路将美国连接成一个整体时，资本市场进入了镀金时代 （Gilded Age）。这是一个由巨头垄断和金融信托主导的时代。像约翰 ·D· 洛克菲勒、石油安德鲁·卡内基、钢铁这样的强盗大亨 Robert Barons， 通过发行股票和兼并竞争对手，建立起庞大的托拉斯。他们利用金融工具操纵价格，消灭竞争，并用极低的成本积累了财富。股票制度在此时展现了其双刃剑的特性，它既能为创新提供资金如铁路，也能成为少数人集中财富、扼杀市场活力的工具。这也是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反垄断的历史根源。当世界的资本流向美国时，一个名字出现了：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。 纽约靠铁路、钢铁、石油等产业迅速起飞，股票市场也成为资金的中心。在20世纪初，股票的交易方式全面现代化，报价系统、电话下单、专业券商监管制度、大型公司上市，这些机制构成了今天你看到的股市。但最著名、最严重的灾难也在这里出现。1929年，美国股市疯狂上涨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金融天才，大家用借钱买股票，觉得反正会涨。结果股市崩得比跳水选手还快，美国进入大萧条，全球经济遭殃，股市也从此被重新发明。设立证监会 SEC， 禁止内幕交易，规范财报，限制杠杆，保护投资人。股票从此有了现代意义的规则。二战之后，美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，股票市场不再只是富豪的玩具，而是普通人的退休金来源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透明度要求进一步提高，保障了大众投资的信心。这时候，共同基金诞生，指数基金诞生，巴菲特崛起，散户教育普及，华尔街电影出现不完全正向的那种，股票真正走进大众生活。投资不再只是冒险，而是长期规划。1971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，这被称为尼克松冲击，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瓦解。这一事件对全球股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，
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，各国资本流动的限制逐渐放松，国际贸易和投资变得更加自由。股票市场不再是孤立的国内游戏，而是真正进入了全球化大竞争。国际共同基金和新兴市场投资开始兴起，股票成为连接各国经济的无形管道，也为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崛起提供了资本动力。从1990年代开始，股票彻底改变，网络公司爆发，虽然也爆炸了。FAANG 集团崛起，半导体产业推升资本市场，散户人数暴涨，线上交易出现， ETF 普及， AI 公司引领下一波浪潮。股票不再只是公司筹钱的工具，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。金融科技、国家政策、企业创新全都绑在一起，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核心想法，让所有人一起分担风险，分享利润。如果你把股票看作一个赚钱工具，那你只看到了一半。股票真正改变的是，它让普通人也能参与世界经济的成长，它让公司可以不靠贵族而靠大众的力量发展，它让风险分散，也让机会变得公平一点。当然它也有另一面，泡沫投机、恐慌、暴跌、恐惧，但这就是人类与资本共同成长的过程。但它更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心理实验场，每一次泡沫和恐慌都是人类贪婪与恐惧的集体投射。华尔街的每一天都是对预期、信念和群体情绪的最终考验。股票不是完美的系统，却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合作发明。从 VOC 那一刻开始，股票就不只是金钱游戏，它是一种让全世界参与同一场冒险的方式。而你的每一笔买卖，其实都在延续这个几百年前的故事。这就是股票起源的故事啦。下次会再说股票是怎么运作的。